应男朋友求婚的当天晚上，我不小心把他和前女友一起做的泥塑碰倒在地上，情绪温润的他瞬间失控，打了我一巴掌，而我也因此正式看清了他的嘴脸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答应你。夜晚的海边，旁边是正在燃烧的烟火，朋友激动地围成一圈，看着站在中心的我和男朋友沈恒。此时他正单膝下跪，手中拿着一枚求婚戒指，而我也答应了他求婚的请求。戒指被戴到了我的手指上，拥抱的时候，我用手抚摸着那个戒指，心里只有满满的幸福。我和沈恒是在1年前认识的，现在我们都25岁，刚在一起半年。其实我没想过他会突然求婚，毕竟沈恒是个老师，做事很有条理。我以为起码我们还要等1年，才可能会提起结婚的这个话题。一整个晚上，我的周围仿佛都有实质性的粉红泡泡一样。此时的我们正在热恋期，再加上刚刚求婚成功，一直等到和他回到家里，我还抱着手中的戒指傻笑。傻瓜，他看着我的样子，忍不住笑着说了我一句，而我听着他的称呼，只觉得心里甜甜的。灯忽然被关掉，他俯身凑了上来，我的双手有些紧张地抓着身后的柜子。在今天之前，我们最大的尺度就是拥抱和接吻，而现在我心里有预感，我们要更进一步了。身体因为他的用力而忍不住往后去，就在他抱着我要做些动作的时候，我的手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东西，啪嗒的清脆响声过后，原本还对我十分热切的沈恒忽然抽身离开。他打开了旁边的灯，开始沉默着去捡落在地上的碎片。我仔细辨认了一下，才发现这是在角落里一直放着的一个笔筒的东西。沈恒从来没在里面放过什么东西，导致我以为这并不重要。直到我准备蹲下来帮他一起收拾的时候，沈恒忽然吼了我一声：“你别动他的东西。”这是他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，我被吓了一跳，瞬间就站直了身体。原本的甜蜜和幸福在这个时候忽然像是变成了泡沫一样，我觉得自己漂浮在云端，脑子里面空白一片，身体只能不受控制地站在那里。我在那里看了很久，直到沈恒收拾完地上的碎片以后，他站起来沉默地看着我，啪，重重的一巴掌落在了我的脸上，因为力气太大，我的脸被打偏了过去。震惊、恼怒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种种的情绪让我只知道捂着脸抬头看着他。沈恒，你打我！面前的沈恒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因为愤怒，他的双手紧握成拳，脸上的表情也极其的阴冷。我像是第一次认识他一样，忍不住害怕的后退了一步。你凭什么打碎他留下来的东西？安静，从我家里滚出去！他，又是他！我的视线落在了被收拾好的放在桌子上的那些碎片上，直觉告诉我，这里面一定有事瞒着我。那天晚上的最后，是我还了他一巴掌，然后从他家跑了出去。那枚求婚的戒指也被我扔了下来。其实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，因为一个杯子，还是因为嘴里的那个他？这些疑惑让我内耗。分开的前1个星期，我忍不住每天把自己埋在家里，不分昼夜的难过、伤心。脑子里的回忆像是几乎要让我主动去低头认错，但我不是那种人，不是那种愿意为了爱情消磨自己尊严的人。所以1个星期以后，我成功地放下了他。其实不是自己想通了，只是我在一觉起来以后，忽然不想哭了，忽然觉得他留下来的东西我看着恶心，于是扔了。只是这样，
好几天没见的闺蜜有些小心地看着我，连说话都刻意避讳着，想问什么你就问吧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林景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在听到我这么说以后，她立刻就松了口气。你和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忽然就变成这样了？这几天我删掉了我和他的所有朋友圈，有一些朋友来问我是怎么回事，我只有简单的一句分手了。就连林景，前2天我都没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天晚上我不小心打坏了一个东西，他打了我一巴掌，没有其他的事情了。我发现我现在已经能用极其平静的心态说出这件事情，甚至不再感到伤心。林景在听到这件事以后，立刻表现出非常的愤怒，几乎恨不得直接冲过去掐死沈恒。在我这里那天以后，我们就已经分手了。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有些人的脑子里装的是水。我和沈恒会认识，就是因为有共同的朋友。其实我以为他会讨厌我，所以这次朋友邀请我，思考了一下以后，我还是去了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沈恒居然也来了，而且他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过来要拉我的手，如同往常一样和我亲近。最近这2天怎么不联系我？不开心？他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询问我这几天没联系他的原因。而我抬起头看着他这张脸，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林景看见这一幕，直接把我拉到了身后，冲上去硬刚：人渣，你一个家暴男，有什么脸说这种话？还没结婚就开始动手打人，没报警把你抓了就不错了。最近这几天，有很多的共同朋友都知道了我们到底为什么分手，所以林景此时大大方方地怒骂沈恒：安静，我让你说话。沈恒像是没听见林景说的话一样，直接就把视线落在了我的身上。其实我可以和他对话，并且不会再有任何的波澜，但我就是觉得有点恶心。我在他这样的人身上浪费了那么多的金钱和时间，从前的我还真是瞎了。你想让我说什么？骂你吗？还是你想再打我一巴掌？我确保我的音量现场的所有人都能听见，毕竟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朋友，有些事情一次性让他们知道清楚，比后面再来问我要好得多。果然看我这个正主也侧面承认以后，大家都开始小心翼翼地窃窃私语起来。本来我以为我们会在这么多朋友面前对峙，结果沈恒并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反而直接转身离开了。大家见这个情况，只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上来活跃气氛，而我被他这一闹，却没有任何参加活动的想法了，反而只想赶紧回家。等我和林景一起走了出来，准备回去的时候，身后一个人叫住了我们。回头看过去，才发现原来是这个圈子里的一个朋友，和沈恒一起长大的好兄弟。有事面对对我不好的人，林景从来都没有什么好脸色。安静，这件事情是他做的不对。本来我想着他已经把那个人给忘了，没想到现在还是变成这个样子。那个人说话的时候眉头微皱着，明显有些为难的样子。听到这话，我动了一些听八卦的心思，干脆站着没走。于是从他口中听到了关于那个泥塑的完整版的故事。原来当初沈恒和他邻居家的一个朋友玩得很好，2个人算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。后来在大学的时候又上了同一个大学，2个人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。小情侣那个时候都相当的青涩，只顾着自己，哪怕是为对方考虑，也有一部分不成熟的想法。所以他们在经历数次争吵以后分手了。他们分手的时候才大3，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。他们那个圈子的人都以为沈恒已经放弃那个女人了，
直到这件事情出来，他们才猛地发现我在这段关系里受到了巨大的伤害。他应该是一时没想清楚，你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听到这话，林景这个暴脾气直接就上来了，像是恨不得冲上去把这个男的给撕了。自己都没想清楚就谈恋爱和求婚，这样的男的我真是鄙视他，恶心。说完这话以后，林景直接毫不犹豫地拉着我离开了这个地方。一路上他嘴里还在不断地吐槽着刚刚的事情。我和林景的想法是一样的，自己的心都没有疼干净，就直接朝别人求婚，丝毫不顾忌自己的行为会给别人带来些什么，甚至可以在发生争吵以后对对方动手。这样的人提早分开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。内心这样想着，往后的几天时间里，我也更加放松了一点。直到这天，我想着要把家里的东西拿回去给妈妈，刚走进家门，却发现客厅里坐着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正坐在客厅里面的沈恒，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家门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妈也刚好拿着2个清洗干净的杯子从厨房里走了出来，她脸上的表情并不太好，看见我回来了，还朝着我摆手，让我赶紧进来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只能拖着手中的东西走进了房子里面。也正是因为走了进去，我才发现刚刚在门口没办法看见的死角那里，整整齐齐地摆放了3箱东西，旁边还放着一串用塑料袋包裹起来的香蕉。这是干什么？沈恒站了起来，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，他身后就忽然窜出来一个比他低了半个头的中年女人。我是沈恒的妈妈，也是你以后的未来婆婆。今天我们上门是为了特意商量一下结婚的事情。我看着面前穿得十分喜庆的沈恒亲妈，又看了看角落里那3箱礼物和一串香蕉，用自己毕生的素质才勉强忍住没有直接骂娘。结婚？我们早就已经分手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沈恒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强压下心里的怒火，我用自己自认为最好的态度朝着沈恒问道。谁知道他却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，走过来还想拉我的手，被我直接躲开了。我们并没有说分手啊，只不过是先分开冷静2天而已。你不是已经答应我的求婚了吗？我都要被沈恒的表达方法给气笑了。求婚在先，分手在后，他是怎么厚着脸皮说出这么一段话的？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妈也拉着我把我拉进了厨房里。随着房门被关上，我妈心里的怒火也彻底藏不住了。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个奇葩？拿了一点东西就来说结婚，还主动问我要红包，你眼是不是瞎了？找一个这……我妈嘴里的吐槽滔滔不绝，要不是为了表面的脸面相信，我妈恨不得把他们母子2人直接扫地出门。其实我和沈恒谈恋爱的事情，我妈一直是知道的，2个人还隔着手机说过话。当时分手以后，因为一个人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人忽然变成了人渣，就一直没有把分手的事情告诉我妈。看着我表情难看的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，我妈毫不犹豫地拿起菜刀就想推门出去，我好不容易才拦了下来。你说说你眼睛怎么这么不灵光？还好她在最后关头暴露了她的真面目，要不然以后你该怎么办啊？听着我妈明显的心疼的语气，我忍不住鼻头一酸，差点哭出来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沈恒是我的初恋，也是我唯一一个爱过的人。而现如今，现实来得这么残酷，哪怕我已经接受了现实，还是免不了有点难受。行了，行了，既然已经分手了，那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吧。
在这儿还碍我的眼。说完以后，我妈把菜刀放在桌子上，直接推开我走了出去，而我也在原地缓了好一会儿，这才也走了出去。只是刚一出去，就发现客厅里的氛围不太对劲。原本还干劲十足的我妈，此时皱着一张脸，不太开心的样子。而对面的母子二人则是明显的喜气洋洋。怎么了？我下意识地问道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妈忽然阴沉着一张脸问我：“你怀孕了？”怀孕？怎么可能？我长这么大，最多就是和沈恒亲亲抱抱，更进一步的事情压根儿就没有发生。毫不犹豫的我直接就摇了摇头，而对面的两个人明显不信，特别是沈恒，这次直接开口说道：“我看见家里面的验孕棒了，如果是因为害怕不能给孩子一个幸福的家，我以后可以尽力爱你的。”听完他这番话，我更是摸不着头脑了。怀孕、验孕棒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我脸上的疑惑愈发明显了，根本听不懂他们这是在说些什么。就在我 CPU 都要炸了的时候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忽然涌上脑子。我用一种奇怪的神色看着正站在我对面一脸笃定的沈恒，试探性地问道：“我们真的一起睡觉了吗？”沈恒听到这话，脸上更加得意了，他直接就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。上个月我喝醉，最后是你照顾的我，我醒了以后你还待在我家，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怀上的吧？疑问的句子，阐述的语气，我听到他的这句话，脸色更古怪了。别的不说，上个月他喝醉以后，我是在凌晨的时候才接到他，那个时候他都已经在酒店里睡过一轮了。后来我待在他家，也根本就没有上他的床，是在沙发上将就了一晚。可是如果说这件事情可以解释，那验孕棒呢？我去他家的次数本来就屈指可数，在我明确地表明这个东西不可能是我的，那还能是谁的？此时内心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了上来：你出轨了。脑子里想到了这一点，我毫不犹豫地问了出来。沈恒脸上的表情一僵：我们吵架归吵架，怎么能拿这个开玩笑？他十分凝重地说道，就像是这件事情确实他没有做一样。但问题就是，如果他很确定那天他跟别人睡觉了，后来家里又出现了验孕棒，那就只能是他出轨了，甚至把那个人带回了家。而且两个人肯定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，要不然他怎么会不知道那个验孕棒是谁的？此时的我只觉得已经恶心到了极点，恨不得直接吐出来一样。想起我还和他亲亲抱抱，我都忍不住想吐。沈恒，你要是不信，就去调监控。那天我把你送回家，已经是凌晨4点了。那天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至于验孕棒，你倒不如去问问这几天到底谁在你家待过。一口气把这些话说完，沈恒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古怪起来。他一脸震惊地看着我，像是没料到我会说出这样一番话，又像是没料到这一切确实不是我做的一样。最后他们母子二人互相耳语了，什么灰溜溜的离开了，甚至在临走的时候不用我们提醒，就把自己带来的东西全部拿走了。我看着他们两人离开的背影，只觉得自己眼光忒差，怎么就遇见这样一种人渣了？我妈安慰兴致地在后面拍了拍我的肩，这才回了厨房，准备收拾一下做饭。而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坐了半天，最后没忍住给林景分享了一下今天的事情。毕竟我也是真的万万没想到，我的身上居然还能发生这么狗血的事情。就在我以为我的生活即将归于平静，没有傻逼能再打扰到我的时候，我果断报名了最近要一起去露营的项目。我们这群人是在网上认识的，
后来就时不时约着一起出去玩。而就在露营的当天，我开开心心地带着自己的装备去了集合的地点。刚到，我脸上的笑就挂不住了。沈恒正站在一群人里，手上还紧紧地握着另外一个女人的手，他们两个郎才女貌，而沈恒大抵是真的很爱这个女生，甚至还站在女生的前面替她遮挡阳光，又是一种后悔的感觉。哪怕我知道我才是受害者，但是真的很不想和这种人出现在同一个场合。之前还以为他会因为那件事情感觉丢人，以后再也不愿意接触我，却没想到人家脸皮居然这么厚，臭着一张脸走到了往常玩得好的朋友旁边。他大概听了不少八卦，此时直接毫不犹豫地给我分享起了这个女人的来历。原来这个女生名叫沈玉晶，是和沈恒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也是他的初恋女友。而之前那个致使我们吵架的泥塑，正是沈玉晶和沈恒一起去做的。旁边的朋友一脸唏嘘地看着被围起来的两个人，忍不住啧啧称奇。要我说，你和他分手还真是分对了，这样一个人没必要继续在一起，恶心。我点了点头。我在这个圈子里和大家认识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在知道我们为什么分手以后，其实大部分的朋友都站在我们这边。但是成年人的世界里面，不可能只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所以大家还是像以前一样对待沈恒，而我干脆眼不见心静，上了车以后就直接闭着眼睛睡觉。直到到了目的地，我被朋友叫醒以后，迷迷糊糊地下了车，刚站在地上，准备缓一会儿再行动，身后忽然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：“你就是安静吗？听说你们前段时间才刚分手，还真是可惜呀。我和阿恒的缘分比较深。”一边说着，沈玉晶和沈恒拉着的时候更加用力了一点。我看着他们两个像是跳梁小丑一样在我面前溜达，直接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，离开了这个地方。和傻逼待在一块儿，连空气都是臭的。这个地方的风景很好，我陪着朋友在这里溜达了一圈，又回来搞完了帐篷。此时太阳已经落下，天空变成了蓝调时刻，一种质朴的感觉让人很心安。我坐在草坪上，和朋友一起看着远处的风景，只觉得一片心静。身后隐约传来他们吵吵闹闹打趣的声音，我没有放在心上，反正明天就会结束了。既然在这个圈子里碰到的几率那么大，以后还是尽量少玩吧，多看傻逼容易生气。内心下定了决定。晚上吃完饭以后，我就直接回了自己的帐篷里面。我觉得我躲避的行为已经足够明显了，没想到傻逼却不这么想，在帐篷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我忽然想起来网上说这边有萤火虫，干脆和朋友打了个招呼，穿了衣服，独自一个人朝着森林的深处走了过去。月亮大大的挂在天上，森林隐约传来虫子的声音，到处都是静谧的。这么多天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得到了释放。我独自一个人在森林里走了很久才回了营地，只是才刚从森林走出来，就看见了站在营地门口的沈恒。他才吸了一支烟，还闪着红色的烟头落在他旁边的草地上。我走了过去，就在他张开手要来抱我的时候，我却一闪身，踩灭了他旁边的烟头。少在森林里吸烟，容易引起火灾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直接毫不犹豫地就朝着营地里走了进去。只是沈恒却忽然拉住了我的手腕。我一脸诧异地回头看过去，并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。白月光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和别的女生搞这么亲密的动作？
和你分开以后，我才发现我还是有点忘不掉你。如果你还爱我，以后我们也可以继续回到从前的那种生活。我听到他的话，几乎要笑吐了。那你的白月光怎么办？听到我的这句话，他犹豫了2秒，这才底气不足地说道：他说了他不介意你的存在，其实你们也可以。傻逼！刚听了一半，我就知道他确实没憋什么好屁。我跟他谈恋爱，以前好说歹说还是女朋友，现在直接降级成小三儿了。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用力地甩开他的手，我恨不得直接给他2个大嘴巴子再走。但是营地旁边忽然传来了说话的声音，我并不想被别人误会，直接毫不犹豫地逃窜回了自己的帐篷，同时内心也下定了一个决定，以后要离傻逼再远一点，要不然他总以为我喜欢他。第2天，我早早的就赶紧离开了营地，甚至没有和他们一起坐大巴，直接打车飞奔离开。之后好几次朋友叫我一起出来玩，我都拒绝了。我可不想平白无故给别人当小三儿。生活重新变成了3.1线，我却并没有感觉到无聊，相反，一种充分的满足感充斥了我的内心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忽然觉得这样平静的生活也挺好的。就在我享受生活的时候，沈恒忽然通过朋友打听到了我的新家住址，敲响了我的房门。我不是都说了我不给你当小三儿吗？打开门看见他那张脸，我就想起了前段时间梦里一直有个怪兽追着我，让我当小三的事情。应激之下，我直接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，之后才觉得有些不对劲起来。往常的沈恒总是穿着一身休闲服，身上处理得很干净，胡子也会好好的刮掉，整个人看起来清爽又年轻，比同龄人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但是现在的他，除了能看出来还是他之外，和从前几乎没有半点相似。身上穿的白色短袖早已经有了污渍，头发像是很多天没洗的样子，很油，胡子也没刮，甚至只是打开门这2-3秒以后，我立刻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酒味。安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刚看见我，眼泪就忍不住啪嗒啪嗒的往下掉，我被吓了一跳，生怕他讹上我，直接毫不犹豫地把门给关上了。如果是从前的他这么对着我哭，我只会觉得他有破碎感，但是现在我却觉得他要坑我。关了门以后，门外就没什么动静了。我隔了10多分钟，小心地打开门口的监控，发现人确实已经消失了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只不过内心还是忍不住有些好奇，干脆找了一个圈子的朋友去打听情况。这才发现，在我没有出去玩的这几天，圈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那个沈玉京和圈子里的人玩了几天以后，就成功的混熟了大半部分的人，再加上有沈恒这个人在，大家当然没有把他当成外人。结果玩得好的那几个里里外外被他借走了将近10万，就连沈恒也被那个女人哄骗着签了一个合同，当什么担保。现在沈玉京跑路了，沈恒一个人背上了上百万的债务，就连工作也因为之前2个人吵架，沈恒为了爱情跑出去追女朋友，被开除了。现在的沈恒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一样，为了自己所谓的爱情，得罪了玩得好的朋友，也失去了好的工作。看着朋友发来的一大串消息，我忍不住有些唏嘘。1个月前还有着光明的前途，1个月后沈恒就变成了天崩。说实话，没有什么比前男友惨得不能再惨，还是让人开心的事情了。当天晚上，我高兴地多吃了1碗米饭。第2天也难得有了兴致，专门化了妆，准备出去和朋友溜达一下。只是刚走过拐角，
却发现那里正站着一个人。沈恒，我惊呼出声。他听到我的声音，才从地板上站了起来，用依旧迷蒙的眼睛看着我。难道他昨天就在地板上睡了一晚？好惨，好开心。只不过我脸上却没有表露出分毫。安静，我真的错了。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开始？我娶你，我们结婚，以后我好好对你，好不好？沈恒有些迫切地想要抓住我，就像是抓住他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一样。但是我看了看他好几天都没洗过的手，有些嫌弃地后退了好几步。当初你打我那一巴掌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我不可能再回头了。沈恒希望你以后会好一点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直接绕开他，朝着前面走了过去。身后的走廊里是男人忍不住哭泣的声音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毫不犹豫地走进了电梯。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难受的，只不过不是因为他，而是他的下场让我感觉有些胆战心惊。如果当初我没有把那个泥塑弄倒，我们就会订婚结婚，他甚至可能会瞒着我后面生下来一个私生子。一段时间以后，再次从朋友口中听到他的消息，就是他背不上那么大的债务，得了精神类的疾病，从他原本公司的那个天台上一跃而下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我摇了摇头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